拳打阵风，脚踢 F22，台风才是最强四代机。作为一款与阵风同时代的战机，台风一直被拿来与阵风比较。不过看名字都知道，台风更强。在跨国对抗演习中，台风击败过法国的阵风，甚至可以在近距离格斗中数次击落 F22。问题来了，台风到底强在哪儿？又是如何击落 F22 的？如果把一架台风战机放在火力军面前，那么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飞偶和压翼加无尾三角翼的布局。对于压翼这东西，大多数人的认知就是动力不够，气动来凑。因为发动机较弱，需要气动设计复杂的压翼来弥补。美国的 F15、F16 之所以采用常规布局，那是因为发动机足够强。这个说法呢，的确没错。在同等条件下，压式布局的战机在机动性上比常规布局的战机更强。就比如欧洲的台风、法国的阵风，装备压翼之后可以减少平阻力，有利于超音速空战。当战机需要做高强度机动，比如上仰、小半径盘旋等动作时，压翼会给战机提供一个向上的升力。在降落时，压翼还可以起到减速板的作用。只是稍微有些片面而已。如果说台风装备压翼是因为动力不足，那就有点太看不起 EJ200 了。台风可是欧洲三雄之中动力性能最好的战机。之所以配备压翼，主要是为了迎合研制方的需求。台风战机发动机不行，那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台风前两架原型机用的发动机还是在与狂风同门的 RB199， 单台加力推力大于 71.2 千牛，性能也就与 F404 和 RD33 类似。之后就换成了欧洲发动机公司的 EJ200。与 RB199 相比， EJ200 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了60千牛，比 F414 还要大，与 F119 类似，加力推力90千牛，推重比超过了9。这些还只是基础版 EJ200 的数据， EJ200 的加强版可以把最大推力增加到80千牛，加力推力可以达到120千牛，推重比超过了10。作为一种尺寸比较小的中等推力发动机，甚至可以推动苏27和 F15 这种大家伙。除了增加推力， EJ200 还有装备推力矢量喷管的计划。所以呢，单论性能， EJ200 在欧洲也是独一档。也正是这台大推力的发动机，台风的飞行性能比阵风更强，也强于单发的鹰狮战机。其高空最大速度达到了 2.0 马赫，海平面的最大速度也只有 1.25 马赫。高空的超音速巡航速度达到了四代机集体羡慕的 1.5 马赫。所以台风采用压翼的根本原因是迎合需求。英国要求台风必须有高速解机性能，能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方向执行对俄罗斯轰炸机和远程战斗机的拦截任务。而德国要求台风必须要有在东欧平原与俄罗斯战机狗斗的能力。说白了，台风需要能实施解机任务，又能实施歼击任务。拦截性能不弱于 F15， 格斗性能不弱于 F16。 在这种情况下，压翼加三角翼就是最好的选择。三角翼的特点就是超音速阻力小，跑得快，适合高速截击，远距离夺取制空权。选用三角翼的飞机可以获得很低的翼载荷，不过因为是无尾布局，操控性差，起降滑跑距离较长，而压翼还可以利用压翼涡给主翼增升，从而在起降状态下能获得较大的升力，弥补一般三角翼的缺点。当然，压翼也有一定的缺点，压翼加三角翼的组合，战机敏捷性更好，但是持续机动不行，也就是俗称的顺盘性能好，但是稳盘性能差。作战机动后能量损失非常快，也就是掉速，近距离格斗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点在台风上不会出现， EJ200 的推力足够大，机动之后可以把损失的速度再拉上去。而常规布局则是综合表现良好，从低速到超音速能力十分平均，持续机动表现良好。F16 狗斗先后打败阵风这类压翼不是没道理，只有中推发动机技术紧贴美国的台风，才能和 F16 五五开。此外，压翼布局在气动设计上很复杂，对飞控软件设计、电传操控以及航电的要求很高，并且还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不利于隐身。不过对于台风而言，这些小毛病都可以忽略。台风的潜力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台风是最强的非隐身战机。只可惜欧洲没能把台风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
台风战机的机头是复合材料制造的雷达整流罩，这个整流罩的尺寸和体积比阵风、鹰狮大了不少，完全可以安装一些尺寸更大、性能更好的雷达，这也是台风潜力更好的原因之一。不过之前的台风完全浪费了这方面的优势。自服役以来，台风战机就一直在升级改造，升级幅度较大的就是2016年启动的百夫长升级计划，可以分阶段、分批次的对台风进行升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台风的升级主要体现航电、雷达、武器等方面。在航电方面，台风除了为翼根增加小型边条、增加后缘襟翼部分面积、安装宝型油箱等，还不断升级任务计算机，并加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莱特宁目标指示吊舱以及打击者2全数字头盔等等。其次就是雷达，这也是台风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击落 F-22 也是在市距内空战时的战果。如果正常对决，估计台风连 F-22 的影子都看不到。当前安装在台风机头内部的雷达是捕手 M， 一款已经老掉牙的机械师扫描雷达。优势在于侦察距离远，分辨率较高，远距离攻击单个目标时拥有先天性的优势。缺点呢也很明显，进行多目标作战时性能比不上相控阵雷达，这些都是经过 F14 测试过的。台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雷达的更新速度实在太慢。台风刚服役的时候，捕手 M 被称为全球最先进的机械扫描雷达。虽然捕手 M 不像阵风 F3RP4 的 RB12AA 那样具有探测隐身战机和同时以空空和空地模式操作的能力，但是在空空任务中，捕手 M 应对少量常规威胁的能力比 RB12AA 更强。只可惜性能好没用，年龄太大了，无法适应新的作战要求。在面对不同高度上的多目标以及对地扫描时，台风就拉胯了。至于捕手 E 雷达的确是很先进，但基本都是给外贸版用的。早在2007年，台风的研制方就开始将捕手 E 有源相控阵雷达装上飞机进行试飞，但是由于经费紧张和采购数量不足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式使用。直到2016年，科威特签署采购28架台风战机的协议，台风才装备捕手 E。但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台风依旧是捕手 M。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在2022年为台风准备了一个大礼包，花费23.5亿英镑为台风进行 P4E 的升级。其中最大的一个改进就是将雷达升级为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欧洲通用雷达系统 MK2， 属于有源相控阵雷达。ECIS 一共3种型号 MK0、MK1 和 MK2。其中 ECIS MK2 与之前的版本并没有血缘关系。从技术血统上看， MK2 与鹰狮战机的 ES-05 大乌鸦同出一脉，并结合了欧洲先进雷达瞄准系统，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具有比现役 AESA 雷达更宽阔的市场，搜索范围比现役 AESA 雷达增加 50%。 更换成新雷达之后，台风就彻底变成了一个万金油，什么活都能干，可以充当电子战平台，执行对地防空压制任务，也可以本色出演，更好地争夺制空权，并且还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此外，在 P4E 升级中，台风的火控也升级了。英国的计划是使用6代机暴风战机的火控系统，只不过具体的细节并没有说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性能完全不需要操心。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直到 P4E 升级，台风才算是挖掘了一定的潜力。此外，台风的防御系统也经过了一定的升级。对于战机而言，防御主要体现在软件的更新升级，以更远更强的感知能力提前预知威胁，同时以先进手段诱骗来袭弹药等。虽说之前的台风也具备让战机信号数字化隐身的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风需要再次提升自身的电子战能力，比如加装防御辅助子系统，即雷达告警、导弹接近告警、诱饵弹等为一体，后续可能还会提升多平台协同电子战能力。最后就是武器，在这方面火力军就要好好嘲笑一下英国了。之前英国为了省钱，曾计划让台风效仿 F4 拆除机炮，结果发现将机炮拆除之后，花的钱更多。台风的固定武器与鹰狮战机一样，一门 BK27 型27毫米机炮。BK27 的体积和重量都不大，可以安装在台风右侧一根处，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威力介于美制20毫米加特林机炮与俄制30毫米单管机炮之间。重要的是 BK27 可以与火控雷达以及自动驾驶仪连接，像鹰狮战机那样自动攻击目标。
有意思的是，就算是 BK-27的性能那么好，英国还打算放弃 BK-27，曾经宣布后续的台风战机不再使用机炮。关于战机是否取消机炮的问题，F4深有感触。当时美国认为导弹的射程、威力都比机炮更强，就把 F4上面的机炮给取消了。结果各位也都知道，被米格21、米格19、米格17打爆了。于是美国又紧急在 F4上加装机炮吊舱。F4 当时无法取消机炮，主要原因在于空空导弹的性能不可靠。但现在不一样了，从实战角度考虑，取消战机的机炮也并非不可能。不过英国取消台风机炮是为了省钱。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如果台风在训练中不使用 BK-27，那么仅仅是英国所使用的台风每年就可以节省250万英镑。如果将机炮拆除之后，可以节省超过1亿英镑的资金。只是就结果来看，英国的想法还是太年轻了。取消机炮之后，英国还需要在软件和硬件层面对飞机进行新一轮的调教，花费的价格反而更多。最终这种省钱的设想还是没能实现。之前英国自研的闪电战机也取消过机炮，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只能说历史总是相似的。不过在武器方面，除了机炮之外，台风的成果并不差。当前可以使用宝石路2、流星导弹、风暴阴影、金牛座、硫磺石等武器。在台风战机 P4E 的升级中，还增加了集成 GDM 精确制导炸弹的能力，防区外打击和多用途能力进一步提升。台风一直升级的原因也很简单，增加自身战力的同时保持外售。虽说自21世纪投放以来，台风的销量超过600架，与阵风、鹰狮相比有明显优势。不过近几年各国都推出改进型战机，争夺高端多用途战机市场，台风的销量逐渐下滑。台风最大的出口客户沙特就明确表示过，有源相控阵雷达是之后相关战机军贸的基本前提。为了能与同代机同台竞技，台风战机的升级势在必行。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太高。根据英国军方早期的评估，采购250架阵风战机的成本仅为70亿英镑。随着时间的推进，项目成本一度增加到170亿英镑。当英国人以为这已经是极限，项目成本再度增加到200英镑。到了2011年，又增长到230亿英镑左右。整个项目的成本已经高达370亿英镑。作为最早一批接受台风的国家，德国空军最初接受的台风单价高达9000万欧元，西班牙接受的台风单价则突破了1亿欧元。高昂的单价导致台风在欧洲的外销并不多，除了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这4个研制方，也就奥地利购买了15架，还有就是中东那边几个不差钱的国家，比如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曼。相比之下，欧洲的比利时、芬兰、瑞士和丹麦，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均在战机更迭招标中淘汰了台风，选择了美国的 F35。原因也很简单，台风价格太高，与其以平均 1.2 亿美元的单价购买4代机，不如以更少的资金直接购买5代机。况且在4代机中，性能可以对标台风的也有。台风战机的研制本来就有推动欧洲防务自主的意味，这也是其研制国之一的德国2020年坚持采购台风，而否决采购 F35 战机计划的原因。不过因为乌俄战争的影响，德国还是采购了35架 F35。但同时，德国也表示，购买15架台风 1K 电子战机来替代狂风 ECR 电子战型飞机。为了让台风战机的生产线长时间运转，需要更多订单。这种情况下，只有持续升级，才能让台风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说到竞争，这就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台风与阵风哪个更强？其实在台风最初研制期间，法国也掺和了一脚。当时英国的主力战机就是自己研制的闪电，以及来自美国的 F4， 而苏联那边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米格23与米格25，苏27、米格29以及米格31也在研制中。美国也已经批量服役 F14、F15与 F16的项目也在进行中。所以英国在1971年就明确了对新式战机的要求。当时的西德、法国也有类似的需求，三方一拍即合，准备合作。但是在此期间，法国达索公司坚持领导所有设计，并采用本国的 M88 发动机，而英国方面要使用 RB199， 最终法国退群，项目解散。后来在1983年，英法以德西开始未来欧洲战机计划，拟定飞机具有短距起降、超视距空战能力，而法国依旧坚持领导设计，并且还要考虑飞机能在航母起降。结果就是英德意退群，决定自己搞，
把闹事的法国与无辜的西班牙踢了出去。虽说之后法西施压，希望重新加入该计划，但只有西班牙如愿以偿。法国这边决定自己开发新战机，成果呢就是阵风，而英德意西研发出台风。所以台风阵风从诞生之初就开始搞竞赛，经常会被别人对比。所以火力军这里就直接说看法了，台风是空优布局，超音速性能属于4代机顶尖水平，阵风气动布局更侧重多用途能力。打空战，火力军压台风赢。论田地，阵风挂架比较多，台风适合不差钱的客户。这种客户通常会有其他机型负责田地，买飞机只为提高空战能力。阵风胜在对空对地都能用，适合防空压力比较小，追求一机全能的客户。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台风可以被称为最强4代机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